所以我说八卦很难练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要靠近你的每一个关节，比方讲起码你的肩关节要能够翻到那样子角度去，你这个才可以靠近这边而有宁静嘛。你的肩关节不能翻到那个地方去，你的肩关节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到这边你没有办法拧的。勾好扣好走，提，还要提，手不要自己过去，要用提走，继续提。你的肩没翻过来，再来一遍。等一下，先做好这个扣。对，这个是这样扣啊。再扣出力量来，然后这个靠身体，好提，往内靠，他提，你看你的肩没动啊，所以你提，这边提，这边肩就回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这边贴住，出去，手指带领，手指往前带领，手指往前，不是往上。往斜上方走，你打飞机哦，人就在你前面，你举那么高干嘛？他不要自己动，你看肩没动。往这边提，往这边靠，再来一遍。走，你这个手肘往这边的时候，你的肩是不是自己会开？是不是？对嘛？然后到这边来嘛，然后沉下去，贴肋骨，沉下去，穿你的手指头的方向性呢？翻，你看你手肘跑了。你穿出去，手肘变成这样子了。你的手肘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它松掉了。你从这边穿出去的时候，它还是在这边嘛，这边还是有结构嘛，还是有张力嘛，你要向内嘛，是不是？到最后穿出去的时候，它才在这个地方翻出来，晓得吗？它的张力就没变。你在这边，你如果在这里，手肘就出来了，张力就没有了。往内靠，好走，穿，翻，它在这边翻，这是不是就有张力了？对嘛？这样就没有，这样就有，这样不懂？哎 ，Vova 那样子不行，那样子张力没有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拧转啊，八卦拧转这个东西啊，差一点就不行啊！这个力量，谁要来？谁不是很暴力的来拿住我的手？你没有很暴力哦，一个那边，一个放到手肘。我怕你刚从战争地方回来，会有点暴力之气。你看，当他拿住你那个手肘的地方，稍微压一下，你拿住。我是这样走，你看我这样点，继续拿到这边。是不是从头到尾有一个拧转力在走？好，来，再来。你如果变成这样就不行了，这样没有了。你有体会到吗？方向变了，手肘变成一个死的关节了，它没有办法拧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如果这样提，我这样走。哦，很暴力哦！我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我如果在这边穿的时候，你还是推我走。我如果这个走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是没有力了。这样不懂？那我在中间
掉那个。你不能有任何地方掉啊。它好像在中间容易掉在这里。对，因为人家拿到你的时候，他是随时在听你的力量的变化。你只要一掉，那个空气一出来，人家在那个地方就发了。你看你在那边，你的走没有了。好，这边你那边又没有了。走，你看这边不行。你们看，走，你看他这个肩膀没有翻。再来，这个是这样子哈。好，走，肩不要变，走提，向里靠。你要这样子，这个肩才会翻过来，这样不懂？啊，这个走才有那个力量。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的肩膀在这个地方，你弯走，这个走它没力量。没有，不是它没有那个连接起来的那个拧转力没有过去。你是用手肘单独的关节的力，所以要一起，不是一起，角度要对。所以有很多的角度啊，像我们拧转，我这个穿，你来压我这个手，我这个手要穿你。我如果是这样穿，我变成单独关节的力量，我这个力量上不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我到这边，我是不是要用肩跟走的力量？我如果把它向内靠，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它就有拧转力过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说拧转是在一条线上面的，你这个线要稳定，你如果拧转的螺旋的中间这条线，你一直在跑的时候，螺旋就不稳定。所以你不管是这个样子，我不管是这样在做这个螺旋，还是这样在做螺旋，我如果是这个线，就是这个线；我如果是这个线，就是这个线。你如果说我这个线到这边跑成这个线，你必须要让这个螺旋啊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好了，我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转，这个螺旋它自然转动，因为我的手肘方向，它到这边它还有那个螺旋在嘛。你如果转到这个地方，你的手肘变成这个样子，它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手肘单独跑掉了。这样能听懂吗？就你做一个螺旋，任何一个节点，任何一个关节，它是节点嘛。我说螺旋是从一个关节到下一个关节的渐进的，这样子的，它才是一个螺旋。所以你到一个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到下一个节点，它们之间的那个螺旋的联系必须是顺畅的，不然你的螺旋是这样走，突然你中间一个节点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那个螺旋就没有路走了。听不懂？好。请问一开始的体那个螺旋是哪里产生？不要提肩，那个螺旋就是你从这个地方你一扣，这是不是就有了？你的肩膀如果在这边就没有了。你的肩膀如果在这边，你往这边用力扣住，你的手是不是就有一个螺旋了？是吧？从上臂开始嘛，从这边嘛，所以当你往这边一提的时候，我这个直线本来是直线嘛，是不是？我这个直线因为曲走，这个直线变成我讲的变成曲线了嘛，所以你那个螺旋就变得更紧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是在这个上面，当我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看我是在这里，
我是那个曲线一直在变，曲线的弯度一直在变大，所以这个手它变过来，所以我是曲线一直在变大，所以它一直保持住那个螺旋越来越紧，听不懂？所以我说你这个手回来啊，你这个手回来不是它自己，你如果这样子自己回来，那条线垮掉了，螺旋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。所以你不能让手单独自己回来那条线没有了，听不懂？手回来是因为我提走让直线变成曲线，然后它到下面这边是它的死角了嘛，它没有办法再往这走了嘛，所以那个力量到它的时候，它必定，然后我的一提起来，你看我的手肘往内一提，我的肩膀就翻了嘛。我的肩膀一翻的时候，这个螺旋本来是这样走的嘛，当我一提起来一翻，它变成这样走了嘛。你看它变成这样子，它就回来了，转到这个地方，它往内，它往外，又形成一个这样子的螺旋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不能让它们这个松掉，所以你要保持到这个，这时候它又翻过来，还要手肘还是要保持到它们的连接，然后到这个地方又变成曲线，听不懂？啊？所以我说直线变成曲线，是一个更延伸、更大的张力，产生一个更大的张力。从这边你们练旋腕，从这边变成这个，你看，从这边这是直线嘛，直线你这个一走，你看这个走一拉沉的时候，这条直线变成曲线，它的张力更大了，它的张力更大了。所以我在这个张力下面，你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，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听不懂？这才是在一个螺旋力上面来做这些动作啊，所以保持住那个螺旋力，一个大原则是什么？就你尽量要靠近你的中心，你的手脚尽量靠近你的中心，所以它跟太极拳是完全相反。太极拳是离开你的中心，形成一个棚，形成一个由内往外、由中心往外的一个棚。八卦不是，八卦是半径，一个螺旋的半径。太极图里面那个螺旋的半径，所以你要尽量靠近你的核心，你的动作、你的手都要尽量靠近你的核心，再出，靠近它，你才有那个拧转。才够紧，拧转，你这个一松掉，它不够紧，拧转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说八卦很难练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要靠近你的每一个关节，比方讲起码你的肩关节要能够翻到那样子的角度去，你这个才可以靠近这边而有宁静嘛。你的肩关节不能翻到那个地方去，你的肩关节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到这边你没有办法拧的，你没有办法拧，你这里不翻过去，你产生不了，你的上臂产生不出这个力量，听不懂？啊，腿也是啊，为什么要靠那么紧，拧那么紧？因为它从中心出去。它的拧才做的完整圆满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做拧，它做不完整那个拧，因为你的髋关节已经开，你的角度限制它这样子走嘛，是不是？只有把它先是这个样子嘛，它才会这个角度才给它完全拧转的那个空间，那个空间才会出来。听不懂？
所以练八卦的东西就是这样子，自我折磨，它不舒服。可是你练完了，它很舒服，因为那个紧的地方它会开啊，强迫开，晓得吗？所以练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好啊，你的肩膀硬，转不过去，你保持到肘的位置，不要因此而让肘跑掉，让肘松掉，这样子你的肩就没有机会翻过去了。你在这边，你提起来，肩膀翻不过去，停下来，手肘再往上提一点，手肘再提一点，再提一点，再提一点，再提一点。你看肩关节慢慢翻过去，手自然回来，胸也开了，肩胛骨也开了，自然回来，自然就有那个凝出来了。听不懂？你们再试试看，这个不容易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因为它很难，因为他做到这个不容易，所以你看很多，你看那个另外一个武术团体，他在练这个时候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了，他就变成这个了。为什么？啊，肌肉太大了，转不过来啊。就算看影片，我这样做的也学不会。所以怎么办？只有做大动作，他们的所有动作，八卦的套路，八卦这些东西，所有动作都变成大的动作了。这种拧转通通没有了，什么原因？关节翻不过来嘛，你肌肉太强了嘛，都变成大，这边的动作都变成大圈子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，我们讲失传，不是失传，是练的人没有下那个功夫，他练不到，就把它改了，晓得吗？就好像念古文太难了，我不花功夫去了解那个古文，我就把它变成白话文，所以我看古文我就只看白话文了，就是这样子一样的。晓得吗？所以我们要去练传统的东西，真正练传统东西，我们就要让自己回到那样子的条件，达到那样子的条件，你才可以练别人设计出来的这样子的东西啊。因为你不能拿那个你开国民车上下班的技术去开跑车吧，是吧？你要开跑车，你要让自己的技术反应所有的都要增加，去符合那个跑车的需求嘛，你才能去开嘛。不然你买一个跑车来上下班，时速40去跑，你不是被别人笑啊？你就浪费了那个跑车了嘛，是不是？啊。这样不懂，所以要练这个东西，你就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勉强一下，啊，去符合那个要领，慢慢你就到了，慢慢就到了，晓得吗？啊，不要往自己的舒适区跑，啊，你往舒适区跑，你永远没办法练到，好吗？但是你勉强自己做这个要慢，所以我说你的动作要慢，一点来，不要用猛力，不要求快，角度对，力量的方向对，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你们再试试看。